巴赫穆特被俄罗斯拿下后，国内美粉的口风开始发生变化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忠诚 Talk， 我是卢忠诚。关注俄乌冲突的朋友们都清楚，巴赫穆特已经被俄军拿下了，双方在这条战线上血战了大半年，无论是乌克兰军队还是俄罗斯的瓦格纳集团军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所幸的是，俄军最终获得了胜利，成功拿下了巴赫穆特。值得注意的是当消息传回国内后，个别美粉的口风开始发生变化了。这些个别的美粉包括但不限于网络平台的各种小 V 和大 V， 以及一些不明情况被他们误导的网友。他们的口风是俄军拿下巴赫穆特只不过是一场战术性胜利，并且评论认为巴赫穆特地区并不重要，充其量只是一个7万人左右的小镇，俄军打了这么久才拿下来，还是依靠瓦格纳集团才拿下来的，简直是丢人现眼。坦白讲他们这种口风实在是低级水平。确实，仅从军事的角度出发，巴赫穆特的战略意义没有那么重要。早在去年，甚至还有乌克兰的指挥官劝泽连斯基放弃巴赫穆特，甚至美国政府方面也有过类似的表态。但是泽连斯基是一意孤行，非得要不断派兵增援，往俄军的大规模火炮下添炮灰。于是打着打着，巴赫穆特战线就打成了名副其实的战场绞肉机，乌克兰是损失巨大，当然俄军损失也不小。所以说经过长达大半年的血战，打到现在这个程度，如果还有人说巴赫穆特战役不重要，那简直就是在睁眼说瞎话。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巴赫穆特战役的政治象征意义远比军事战略意义重要。由于泽连斯基的坚持巴赫穆特战役已经成了泽连斯基向国际社会表明决心与信心的地方，是他可以硬气的向西方各国索要军事援助的底气所在。换而言之大家可以理解成这是泽连斯基的政治个人秀。战场上不断被消耗的乌军士兵则是他的棋子。巴赫穆特的意义，如果那些人还不明白，那么我可以举个例子，就像当年抗美援朝时期的上甘岭战役一样，一旦打成了双方展现决心和意志的地方，它的意义便不再是几座小山头的得失了。那可是全世界都在看着，到底是纵横欧亚大陆未尝一败的美军头铁，还是从尸山血海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拳头更硬。事实证明了，咱们人民志愿军更牛，也就是这场战斗将不可一世100余年的美军心气给打散了，而我国则是一战未危，后续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则无奈签字停战。所以我们把话说回到巴赫穆特战役，面对俄军在巴赫穆特战线的胜利，那些美粉公知选择无视，甚至有意贬低俄军的战果，这种行为叫什么呢？这叫否定客观现实，是他们沉溺于自己对美西方的幻想当中。当然了，也有可能是他们背后的美国主子暗中受益，所以个别一些人才会在互联网上跟随美国西方媒体不断的丑化俄罗斯。毕竟世人都清楚，我们中国对冲突双方孰是孰非没有介入，我们保持着中立，所以应该说在中国不应该有俄粉与乌粉之分，只有爱国同胞与美粉之别。而那些所谓的美粉，其实大多都是披着外壳的美粉。好，各位网友，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各位留言评论，我们下期再见。